第二场的议程由这个 Unity Technologies 的 Kelvin 罗志达先生来做 Unity 5的一些新东西的介绍。那 Unity 这次在 GDC 的动作其实也很大，然后有很多新的消息。那包括我们的Unite台北其实没多久前才结束，然后有很多新东西可以秀。那我们就现在请 Kelvin 来给大家做介绍，请大家给个掌声。大家好，今天当然我相信应该有一些部分的人参加上次的Unite，所以带来的东西绝对不会是上次展示的东西，因为其实上次在Unite里面的时间有限，那比较多是技术专场，所以呢，我这一次应该会把里面 Unity 5里面比较细的功能，再一的稍微在这一次的分享会稍微介绍一下。当然，这一定是目前来看第一个，你们是第一个看到那些项目。那我是 Kelvin， 我是Evangelist， 在 Unity 里面，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，因为台湾的企业里面比较没有这个职务。那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因为翻译的话叫传道者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不是传道的。就是因为这样子呢，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关于技术的职务在 Unity 里面呢，大概分几种。其实我分3种，在 Unity 里面呢分3种跟技术相关的。最低阶的就是 developer 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专门做 Unity 核心的东西，也就是开发 Unity 功能。那 developer 里面呢有很多前置的，比如说它可能是 graphic developer， 可能是这个 UI， 可能是一些界面，可能是一些功能性的东西。所以 developer 在我们的公司里面算是地位最崇高的。他们几乎我们应该算90%的 developer 都在哥本哈根，在丹麦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核心的团队里面。所以当你们使用的一个 Unity 功能，其实大部分都是由丹麦的 core team 去把它做出来。这些职务通通都是 developer 做的，在座各位应该也称作 developer， 所以 level 是一样的。那第二种就是 engineer 的话，前置的功能不同，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用途。那像 QA， 像这个 field engineer， 像 test， 大部分我们定位 engineer 的部分呢，比较处于就是说2种，第一种就是客户有问题，我们去帮他解决他现有的产品技术问题，这是属于 engineer 的范围。或者是当一个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是 Unity 嘛，我们有很多功能是其他公司跟我们组合在一起的，这中间的介接会需要 engineer 去做沟通跟修正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发布到 Apple 的 iOS 的 App Store 的这一个流程，它这个流程可能是要有透过双方的 engineer 去做介接，那 engineer 会做这些事情。那第3种就是属于我们这一层，就是 evangelist。evangelist 的话呢，比较处于就是有点像是技术讲师，但是要业务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如果以我自己来看，我们的工作比较倾向什么呢？在我们的版本还没有发布之前，我们来做推广。所以等于说，今天我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合情合理的，就是我把未来的功能拿出来，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以后会这样子。那你们已经现有的问题呢，也可以分享给我，然后我来告诉你说，以我们立场，我们可能因为很多人会问说，现在我用这个2D 功能是这样子，那未来2D 功能会变怎么样？这个我们是最清楚的。所以在 evangelist 的范围呢，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宣导跟讲者，就是把 Unity 的功能再更仔细的告诉各位，这是 evangelist 的功能的工作。那它基本上分2种。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差不多了，都差不多，就是分别在于说，可能你落地的地方不一样。Technical 比较需要是在欧美，因为他们本身是母语就是英文，所以他们问的问题跟亚洲区问的问题不太一样，而且开发的产品类型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个是技术相关。当然，其他实务也分得很细，所以有时候我都不太知道说，可能我遇到的同事，然后问他你的职务是什么，他跟我讲一个职务，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，因为外商的对不对？很复杂。那今天我是主要来分享这 Unity 新功能。当然，可能我们之前在网站上或是 GDC 的讯息，
推播有很多一些影片，大家都看过了。不过我们还是重新再播一次我们那个5.0的一个影片。对。反射可以用烘焙，也是未来反射可以用烘焙的方式。这个实体材质很酷，它显示的东西其实可能你不知道它干嘛，待会我会介绍一下。未来我们的 UI 是3D、2D 都可以同时用，所以可以做的有点像 Scale Phone 那样，就在里面。会议系统，如果未来你的声音呢，你可以群组化，在不同的群组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待会这个专案我也有带来，待会可以展示一下。它有趣的是说，它可以做权重调整，所以有一些比重的东西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先设好。所以它会互相影响或互相不影响，都可以去调整。所以未来你如果要做环境音，就是你的环境里面有花、有这个鸟叫、有虫鸣，还有狗吠，这个很简单，拉一拉，给它做一些设定就可以。那待会有一个介绍，就是权重部分。当这个爆开的时候，后面背景音乐会停住，这就是设定。简单的拉动里面的功能，就可以达到那个功能。那这是2D 的一些新功能，我们有提供了大概5、6种，就是这个 effector， 就是效果机。这个效果器呢，你可以很简单去设定说哪一区它的重力是如何，哪一区它的引力是如何。那这个范例呢是单面，就是说从下面往上跑的时候是不会帮你挡住，可是从上面掉下来它会接住，这是一个设定。这个 GL 的话，可能大部分人也蛮期待的，就是5.0按按钮，它就会产生GL 档案。这是思维源的界面，然后一堆优化，编辑器的优化。我自己用起来的感觉，其实在于那个 provider 改进很多，然后这个思维源的编辑器，我是因为 Air 所以没什么感觉啦，可能你本身专案比较大，这个思维源差异比较大。然后还有 Speed Tree，Speed Tree 的话就是可以大量的产生数目，可能按2按钮。的场景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然的景观来说，所以根据状态器也不表情，以前是资源，现在是直接给你编辑的方法。功能非常多，所以其实我们的刚刚所提到的。我们的尾巴的 team 非常累，几乎每天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间表上都要追这个时间，因为希望在如期在今年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8月，希望把这个版本努力出来。但是5.0之前呢，会有4.6会先把 UGUI 把它解出来 ，UGUI 就是 Unity 的 GUI， 就是我们现在用 NGUI， 那我们请这个 NGUI 的作者 Michael 到我们公司来，帮我们把 NGUI 功能加进来。但是加进来之前呢，我们重新讨论了未来版本的 NGUI， 我们不希望只是单纯把 NGUI 导入，
所以我们加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呢把它全部引到从4.6开始5.0，然后未来的版本都会不一样。那下一个影片是这个 WebGL。WebGL 的话，其实有几点要澄清的。我们现在内部在做一个比较大的，因为 WebGL 的话，它是我们跟Mozilla 合作的，这个技术其实是他们提供的，所以说在未来的标准上面，因为现在3C还没有一个明确标准，可是我们做这个动作之后，标准会比较快就成立出来。那因为我们是 follow Mozilla 的这个规定，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，这个插件我们现在预期的可能它并不是免费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发布到网页是不要有 plugin 的情况下，它应该会是一个要付费的一个功能，一个 add-on， 就是有点像是 iOS Pro 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它取代了什么呢？原本你在用 Unity 的 plugin 的时候，有2个很大的致命伤。第一个就是你要装 plugin， 这是最大的致命伤。第二个可能有些人没有遇到，就是50 MB 的 cache， 但是呢 WebGL 没这个问题，所以它相对的解决了这2个大问题。所以 WebGL 它还是大家很期待。那是否要收费这件事情，虽然现在我们内部应该是必须得收，因为我们还要给钱给另外一家公司，所以现在的规定是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内部在讨论，还是有可能去讨论这个空间。所以虽然并非定案，但是我觉得说，必须有义务让你们知道这个未来它的走向是怎么样。那今天呢，我带了一些东西来。这绿色的部分呢，就是我有专案，你们会看到专案。白色的部分是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提供专案。那第一个就是物理的材质 shader。其实这个 shader 最早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一个电影就是 Butterfly Effect， 有一个电影的那个跟 IGDA 合作那个电影，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把里面的 shader 抽出来，放到未来的版本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不止这样做，我们还把很多东西都整合在进去。这个我们先发表一个是属于物理，有点像是把周遭的光源，有点像光机追踪这个材质的感觉，把它抓进来。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这个是 Unity 未来的一个开机画面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中间是会从网络上抓一些 App Store 上面的资料，现在没有网络，所以没有图。那左边这边呢，就是你开过的专案；右边这边呢，会有很多资讯。现在目前都是英文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在做中文论坛、中文的文件，可能还要花点时间。可是可以预期到，未来会有繁中跟简中的一些资料的出现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坐下来操作比较方便。所以我开这个专案呢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我在 Unite 有展示过，但是呢，我稍微再展示细一点。就是我有一个狮子，你看这狮子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狮子身上，它其实是包了被指定的一个 shader， 叫做 Universal。这个 shader 其实就是我们推出来的物理 shader。它其实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原先你要指定到，就是美术做材质的时候会指定一堆贴图，在这里你可以就先分类变指定，指定完之后呢，它会帮你做一件最大差异的事情，就是它帮你从 Skybox 上面的贴图的反射把它取进来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只狮子呢，如果什么都不贴的情况下，其实它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美术把贴图贴上去之后，它可以开始有一些预算。所以你看到有没有？其实我刚刚的狮子是金属的，但是现在它是石头的，其实都是预算过来的，包括这些数值可以调整，而且是动态，包括光也是。实际上呢，现在算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已经把后面 Skybox 的一些数值、一些
要素把它反射进来，但是因为它没反射，所以你可能看不太出来。但是如果我把它再改回刚刚的金属，其实它是反射了后面的那一个场景，打光也会影响到。所以比如说我把这个光源给它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光影的感觉，然后趋近真实，但是这个真实是跟你周遭场景是有相关的。如果说这个模型太复杂了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弄一个球。我把球放这边，然后呢，我给它一个材质。这个材质呢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是我用物理的 shader 去算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呢，我可以最简单就是把它变成镜子，就是反射周遭的东西出来，所以它会把 skybox 东西反射进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什么事都没做，但是呢，我可以去创造一个跟你的 skybox 相关辉映的一个感觉出来，它会变得非常真实。那我是用 Air 在执行，它也没显卡，所以就代表说，以目前来看，现在的游戏。不只是游戏啦，就是引擎技术，它在制程上，它已经跟以往的，包括图学，包括演算法，都已经进化很多了。所以它不会因为你的显卡不好而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复杂的事情，反而它是变成说，应该简单来讲就是，它的骗人的地方越来越多。所以呢，在光机追踪这一块，它能做的更多，可是它预算更少。这个我用另外一个，可能你们看过，这是一个人，那个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为什么它的差异这么大。这个应该你们都在影片上面看过。那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哦，就是我这个角色在播的时候。它是不是对应到的背景？现在是这个树林里面的背景，但是呢，同样的模型，同样的材质，我换了场景的时候，它会跟着被影响，有没有？它不会因为你的材质贴图是死的，而没有办法去对应到你周遭的环境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，这个物理性的 shader 它会非常适合用在。你要跟真实场景结合的时候，你要产生出一个，我们遇到的案例是这样，就是可能像敦煌石窟那个地方，它本来有一个建筑物，或者是有一个雕像，现在换了没了，移走了，他想要模拟出当年的样子，他就简单把模型放上去，把这些设定设好就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当我环境不同的时候呢，反射到这个角色身上的。这个材质也会不一样。所以总共未来呢，我们在这个项目呢，会大概有36种可调整的这个项目的设定，36到38种可调整的设定，在这个我们所推出来的 shader 里面，我们可以去调整成为我们各种情况都需要用到的。基本上你可以看到，它并不难使用，而且呢 ，shader 也是明码。如果你们对于这个 shader 有技术能力、有兴趣的人呢，你一样可以去做调整。所以这个 shader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，而且直接可以使用。5.0出来，我们就可以使用，非常棒。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个光源打过来的时候，它其实就完全感觉就不一样。包括它的反射度，这个有别于以前我们在做光机追踪的时候，就是 ray tracing 的时候，通常都必须把它 render 成影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光机追踪这件事情，必须最后结果是影片，即使实在太耗效能。但是现在呢，已经慢慢的 real time 不是太大的问题，
电脑硬体变好，软体技术变好，引擎的合成变强，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假的，所以它变得很像真的。你只要未来你的模型能力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建模能力好就可以了。建模能力够好，你东西做出来面数够低，那你说其实我们以前在做建模的时候，其实模型里面都是面，所以呢面数降不下来。可是现在技术越来越好，你可以里面都没有面，然后呢上面 LOD 也可以，就是远距离的时候模型是低面的，近距离的时候模型是高面，就一堆新技术出来，所以这些技术呢会引导开发者做出来的产品越来越真实。所以有时候我会遇到开发者就说，为什么你不做3D 游戏？他说3D 游戏成本太贵，所以2D 游戏成本比较便宜，他们愿意这么做。或许是当下好，谁知道5年后、10年后，考量又不一样，就是变成说，技术的关系会影响成品所产生的一个结果。那成本考量的情况下，最后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人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这个第二个，就是混音系统。混音系统呢，也是很有趣的，但是呢，应该我把刚刚这个我放在最后面，因为这个看起来最精彩，其他的就是一些数值调整而已。未来呢，你们的声音可以拖到一个群组里面，像这样子。这个群组呢，你可以把你的声音通拖进来，分类。最高级别的是一个 master， 再来的话呢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命名的。你可以可能是 weapon， 就是枪，你可以是动物，你可以是环境，你把它分类好之后放进来，它会帮你做整理，然后呢会做一些权重调整。所以以这个范例来讲，我们原先做来展示的功能是这样。就是刚刚你所看到的，我现在按 play， 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有一颗手榴弹一直掉下来，就是炸开。那因为我现在的这边有一个手榴弹的权重比较低，所以呢，它并不会去中断我的主音量。但是如果我把它拉高的话，它就会影响其他的音量。这些东西都是未来可以调整的。那重点就是你在这边设好你的声音的群组之后，它可以针对群组、针对场景去做混音。所以当你要做一个游戏，是你走到一个地方，它同时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混音器是非常重要，而且会非常好用。可能你走到一个地方，同时有流水，可是因为流水所流出来的声音，它以前的话可能只是因为用距离来判断，距离的远近来判断说这个声音到底要如何播放，大小声为何。但是未来的混音器呢，会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。所以可能你要做音乐游戏的话呢，这个会非常好用。那再来是2D 区域物理，这个我觉得比较有区别。2D 区域物理的话，是我们未来会提供在 component 这边，在2D 这边会提供一些新的物理结构，这个 effect。那你可以用这些物理来做你的2D 游戏。我开一个刚刚你们那个画面看到的，第一个就是区域的部分。其实这每一个方块呢，都是一个加了一个这个区域的这个 effector， 然后我只是告诉他说，它的方向是0，就是往右，然后呢，这个力量是多少？是5。那每一个就不一样，就是-90、-180，这个90，就是以这个 XY 轴来判定。所以播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它
这一区它就拥有重力。当2D 图形在那一区的时候，它就会被这个重力影响。所以，如果我今天我这个重力我把它改大，改成9、14，它就掉得特别快。那如果改小，它就掉得比较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区域重力的话，你多了一个component来让你用，你可以力量、电力，还有做一些比如说摩擦力，都可以，很简单，就是把这拉进来，指定给它就好了。哦，那当然不止这个，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属于圆形的，它是点，以一点为中心，以一点为中心呢，然后来看这个重力。这个是 point， 就是重力的话，它是针对单点，那你可以去指定它是怎么样的重力，用这个方式，它的这个力量是如何。其实跟刚刚那个很像，但是它是圆形的，它是圆形的，而且是以你中心，以你为中心。刚刚那是以方块的方向性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很容易去做那个 Angry Bird 太空的 Space 的那个游戏，它就是可以很简单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做。那如果你给它的值是正的，它就是负，它就是反过来，怎么样？往外飞，很简单就可以去做重力。如果你要弄个像磁铁的东西呢，也可以。像这就是一模一样，用刚刚的元件去做的，但是呢，我是以我自己为中心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可以，我先点它一下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用一个圆形，但是这个圆形呢，就是用来做判定的。当我进到这个圆形的时候呢，它是负的，所以它会把东西往外推。但是我按左键的时候呢，它会把那个值改为这个吸力，往内吸。那因为这个钱币现在是没有重力的，所以被吸走就没有了。我要把这个金币加一点重力。所以它可以很简单，就可以做2D 游戏。在重力部分，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对于物理已经熟了，那再加上这个重力 effect 的话呢，它就会变得很简单去做一些物理游戏。那还有一个是刚刚所看到的平台的部分。你看，我现在呢，从底下往上喷，它会穿过。但是呢，掉下来的时候呢，它会接住。这是因为这个平台呢，它有一个这个 platform effector， 它被指定为 one way， 就是单向的，就单向的。所以我今天呢，这个是我们在Unite有介绍过哦。如果你的游戏呢是一个2D 游戏，比如说忍者，那忍者游戏呢，它是不是从下往上跳的时候是穿过屋檐？可是掉下来的时候应该踩在屋檐上，对不对？有很多2D 游戏，像魂斗罗啊那种游戏，它都是这样子。你就可以用这个 effect 去告诉他说，我从底下上去是没有关系的，可是从上面下来你要帮我接住，有弯位打开就好。弯位如果不打开，应该就不会接住。这是一个例子。所以这几个你都可以去试试看，就是在这个 Physics 2D 里面最底下，3个刚刚都介绍过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就是 2D 的部分你要 Physics 2D、Physics 2D 去做，它跟3D 是物理是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的 Unity 呢，物理的部分 2D 的部分是用 Box 2D， 但是3D 的部分是用 Physics X， 是2个不同的物理引擎在做结合，所以它在使用上要混在一起是可以的，可是要点技巧性。动画状态机，动画状态机呢，
动画状态机其实我这边的专案呢，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说有些开发者可能本身就是 Making 系统有在用，那 Making 系统呢，它本身已经很好用了，可是有一些东西项目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更多的协调。应该是说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在5.0的 Making System 做动作动画的呢，是加强了很多新功能，所以它可以去做动态的编辑。来看一下，这其实刚刚有看到，就是这个是我们跟那个米沙蒙借的模型。那这个人呢，有点傻傻的，他在做乱数的动作。这个乱数的动作呢，其实就是这个动态机在帮他做乱数的动作。未来呢，我们有很多状态会是新的，像这个以前是没有的。然后呢，状态机呢，这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。这个画面呢，它其实就是现在正在做乱数的画面。在任何情况下呢，过一定的时间，它会随机去挑一个状态去 play。所以当你要做 NPC 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状态机的动画简单设好就好。它会固定播一之后呢，它会换别的状态，然后再离开，所以它变得比较简单去做。如果你的 NPC 它有乱数的动作要做。它就可以做这个状态机，但这状态机不是只是为了这个功能的，只是简单描述一下，未来在 Unity 里面做，如果你要做3D 的或2D 的，都可以用这个状态机去做，不只是3D 哦，2D 也可以。如果你要，比如说你要做一只虫子，虫子的话呢，它是苍蝇的话是飞上下左右，可能随机选一个，那你只要把状态机兜进来，它就会乱飞的，而且每次飞都跟你预期的不太一样。因为它是4个方向去乱算，然后乱飞，那直接指定进来就可以了。所以它会非常适合做这种乱数动作，这是状态机的部分。那再来是 UI 的部分 ，UI 的部分现在5.0没有，所以我要开4.6。我电脑装的5.0跟4.6。这个 Windows 是没办法的，但是那个可以，就是可以装2个版本的 Unity。如果你们有用过 NGY 的话呢？会觉得比较类似。那未来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 UI 的 Game Object 会给你们。那项目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当然，这是4.6提供的，5.0跟5.0之后的版本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功能会出现。基本上呢，它跟 NGY 是很类似的，所以你要建立东西的时候，就是直接按就好了。它会产生一个 Canvas。然后呢，会把按钮放在上面，但是在我们 UGY 的版本里面呢，会跟 NGY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个叫做 Layout 的功能。这个 Layout 的功能呢，可以帮我们对齐。以前的话呢，你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做一个东西在 Android 平台上面，你不同的 Android 平台啊，它那个 size 不同，你那个优化很麻烦。每次可能会告诉你说，哪一种型号的手机。它会被切到，哪一种型号的手机会怎么样？太小还是离太远？Layout 就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如果说我有这个很多个不同的项目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 Layout 来做排序，
就是这个按钮呢，它应该对齐哪里？你可以直接告诉他，我是对齐右下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对齐左下。可能我再做一个 list 好了，我再做一个 list。这个 list 呢是左上，然后呢，我给它左上的对齐。它其实直接就反映在我们现在这个画面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去移动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它直接就会影响到。所以你可以很简单就可以辨识它到底是不是有效，或者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，可以直接对齐。所以当你不一定就是说你不需要把它发布到手机上面去检查，我的意思是，所以当我建立一个，比如说 test 好了。然后呢，打个中文。假设我现在放这里，但是我是对中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就可以很简单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检查是不是你的设定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，那我就把它改成是中间右边。可是移动上下的时候呢，它会跟中间下面不太一样，它永远会保持在中间。所以这个功能呢会在4.6出来，然后呢有助于做 UI 的时候的调整。当然 ，Layout 不是唯一的功能，因为毕竟就像我刚刚讲，我们请 NGY 的作者 Michael 进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发现很多新的 idea， 让他带回去未来版本的 NGY。Layout 就是其中一个。那他进来之后呢？除了把 NGY 移植进来之外，我们还会做一些新的东西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也在物色下一套同样的做法，希望可以把更多功能把它带到 Unity 原生里面来，变成双赢。那如果说 NGY 跟 UGY 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就是效能啊，因为这个 UI 是不需要透过那个延伸的 API 去 call 的。所以在效能上，它比较直接，会比较好一些。你说可不可以做动态？字会不会跟你说起来？这个我不太确定。图的话是对，但是字的话我现在不太确定，尤其是中文。等一下，感觉好像没有像你讲的，就是有解决这个问题。对。了解你的意思，这个我回去确认一下，应该我觉得是没有修的，因为就我自己的看法来看，我们还是比较会接受就是非亚洲族群的一些意见，但是亚洲族群的意见永远是最后。打英文会断档吗？还是一样是有问题。对，还在修。所以5.0呢，我们希望这个版本是修的，起码我今天回去会report。OK， 那当然这个太简单了，所以呢，我开一个范例。基本上，如果你都是图的话，比较没有太多问题了。就
就是包含你要做像是这种。有动态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图，当然都不会有太多问题，包含这种本身是在里面，这个也是 UI， 这个也是 UI。你的 UI 做出来之后，你可以去告诉他说，它是 wall space 还是 screen space， 两者的差异是，一个它就是 UI， 一个它就是游戏里面的 3D UI， 所以你可以把它指定成为一个像是。可能你的操作荧幕在游戏里面，你可以从这边去切换，切换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物件，在你游戏里面的物件，就是可以去移动。可是如果它不是的话呢，它就会被包成 UI。那你一样，你可以有2个不同的 UI 叠在一起，这都是跟 IGDA 是一样的，所以不会有太多问题。比如说像是找一个比较漂亮的。也可以，就是有动态的，你可以去依照镜头去做设定。那其实原理都是很接近的。画了一个分子系统，它会喷烟，然后呢，你的按钮设定好图形。最后把它引导到你要的功能就好，所以蛮值得期待的。那因为这些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应该可以讨论，就是下一次的分享会，专门针对刚刚我们今天所提的那一些功能，额外去把里面再讲细一点，我就可以带比较细一点的专栏过来给大家。那其他的部分呢，还有很多新的，像是这个全域动态光源。全域动态光源呢，今天没有专案，但是全域动态光源其实很多人是蛮期待的。就像刚刚讲的光机追踪一样，你的光源呢，今天打到这里，反射到我，再反射到你，再反射到它。其实就现在所有世界的引擎技术啊，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拟真。因为呢，其实人类还没办法找出说到底反射了多少次，反射几千万次都有可能，没有办法做到。但是全域动态光源就是去模拟这种技术，去尽量让光的感觉是比较普及的，所以它可以帮你算出这个整个光打进来的感觉。以前的你一盏光打进来，它可能算的层次不多，所以东西应该这样讲。简单来讲就是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用游戏引擎或用任何引擎。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出跟我实际上看到的环境一模一样的感觉。那你可以把它解释为全域动态光源技术的出现，就是为了要让你的环境看起来像真实世界一样。所以呢，虽然在技术上可能还有一点小距离，但是非常接近，非常接近。那包含这个我们所采用的 Power VR 也是很类似的，就是未来版本的 Unity 在光源的部分都会非常好，而且非常的省效。我们希望我们买下来的每一个功能都是可以针对 mobile， 就是手机的部分做客制化优化。起码不要说我导入一个功能，结果它只是为了我要做 console 做 standalone 来做，手机也是很重要，所以这些功能呢都会有办法去支援到手机的部分。反射光照也是刚刚看到，就是说东西那个光反射在我物体上，以前是用算的，现在是先烘起来，先变成一个 line map 的格式，而且最后把它反射上去，是变得比较真实，但是不会耗效率，也就是你事前就已经处理，这个也是在我们5.5会有的技术。另外是 bundle， 现在可能各位去包 S bundle 是程式在包，未来是企划可以去包。为了 UI， 你可能把你要的 bundle 把它包起来，点，按个输出，它就会产生一个 bundle。你要 update 的时候，你把原来的包打开，然后把这个拉出去，把那个加进来，再按一个按钮，就会变成下一个更新。但是 bundle 的部分呢，我们还会做很多技术的部分。但是 bundle 的 team
跟我刚刚讲的 coating， 我刚刚讲 coating 说90%多都是在哥本哈根，剩下的5%在中国。所以 Asset Bundle 其实是中国人写的，只是哥本哈根的一个 leader 移到中国来，就是搬到中国来住，带领着中国的工程师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有参加UNI的那个研讨会的话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上台讲的口沫横飞的那个是 supporting， 就是他每天在对客户；上台有点避暑，那个就是 supporting 的，因为他每天都要写程式，他不太常面对这个底下的开发者，可是他又是对那个功能最了解，所以呢，很简单区分，也很有趣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很多。刚刚讲的 ，Fire 效率提升，60位元的，还有 Speed Tree。Speed Tree 的话，我这一次特别跟我们那个内部开发工程师也稍微聊一下。Speed Tree 就是未来呢，我们会有很多产生树木的一个结构，让你按一个按钮，可以在你的地表上产生非常多不同的树木。这些树木呢，会变得可以依照你要的结果去调整它的自然度。也会把你的 LD 去做好，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FBS 效能，LD 效能提升跟 FBS 输入 ，LD 呢，未来我们会有很多像动作的 LD、声音的、骨架的、场景的，就是我们会想办法让手机游戏可以去跑那种以前跑不到那种画面，尽量让它变成真实。所以这些技术呢，都是非常必要，都是非常重要，而且也会变成说，你只要做一套就好。你做一套之后，你发布到 PC standalone 版本的时候，我们会用最高规格的方式去帮你处理那个。但是你是发布到手机的时候，我们是用比较低的，可是也是很漂亮，让你看起来是很漂亮的规格，就不需要你再自己去重置。FBS 输入器更新呢，其实没什么，可是我知道我们在新加坡的 team 有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希望以后 AutoCAD 点 CAD 格式也可以回应，所以未来可能 AutoCAD 格式是直接可以回应，包含材质，所以呢这个部分未来呢可以输入的东西是会越来越多，我们希望让开发者尽量可以接受各种格式。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，起码我们现在的成就算不错，但是其实后面还有一大堆在追，所以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用。包含另外一大类型就是不断的我们在买公司，应该是说 Unity 其实从公司成立到现在10年了，前面7年都是亏得一塌糊涂。几乎没钱吃饭那种7年，但是3年的时间呢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所以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打算上市上柜的计划，因为老板不希望说上市上柜只为了钱，然后呢有了股东之后会让股东影响我们下一步想要怎么走。假设说我今天希望说，我们就希望开发者这个免费，股东会先说 no， 那我们不希望这个情况发生，所以尽量我们养活自己的情况下。开始去做这些技术的支持，所以我们开始在这3年呢，有了一点钱，我们不是发给大家，是把它拿去做跟其他同类型或者是我们需要跟我们公司做整并，像 Everplay 这家公司 ，Everfly， 那这一家公司呢，它是做影片录制的，我们把它导入，所以如果我在有介绍。如果你的手机游戏你想要有一个重播功能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免费的服务去做，只要几行code就可以。Unity Cloud 也是一样，就是未来你的广告交换 Unity Cloud 也会有。我们还继续再来，我们内部那边一直不断的有想要把 Cloud 这件事情做得越完善越好。未来就是希望说，你的单机用 Unity 做好，你的云端，然后这边尽量帮你 cover。除了你只是单纯把东西放上去这件事情以外，还要帮你找人，帮你找钱，帮你产生营收，
这几件事情我们都希望可以做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很多，比如说UNET， 我们有个 UNET 计划。UNET 计划就是从我加入 Unity 开始呢，几乎每一个周期都会有人问我说 ，Unity 的 server 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？就是可爱很好，我们 server 都是我们自己要做。那 UNET 就是为了要解决 server 的方案而做。但是其实我本身做过游戏，所以我知道 server 的程式太复杂了，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单纯用一个手群去解决。所以 UNET 的部分呢，它的概念呢是比较特别，就是它也会符合可能你单机对单机的存在，单机对单机，网络对网络，就是 server 对 server 跟 client 跟 server 这几个要点，我们希望把它串起来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，就是现在我们本来有一个 SS server， 就是做同步、做团队合作的，可是那个很难用，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用。我们有一个计划，就是现在的话，如果你们去编辑一个 scene， 假设我的同事在编辑的时候，我是不能编辑，要把它改变。未来的话呢，我们会在这方面做一些改进。现在虽然还没有最终版本，但是我所理解的是，我有10个人同时要编辑这个 kit 的时候，这个 scene 的时候，我可以先把我这个 scene 切成10块，那这个10块呢是让做的，是这个人可以编，其他人没有编。但是他只要编辑完之后，其实最后会被一个 scene 统一去呼叫，所以就会变成可以达到某种程度，多人同时去编辑一个场景是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概念是现在还在运行中，还有很多东西必须得调整，所以我们希望达到，当然就是说，在开发者是没有感觉的，就是里面复杂程度由我们来做，你们就是开了，改，存了，不会跟别人重复，也不会盖到别人，以这个为前提。但是呢，现在的话是开始在做，未来我相信也一定会有。就我自己来看，这不是这个技术不困难，是逻辑很困难，是逻辑比较困难一点，就是我如何要去处理所谓的重复，尤其是2个企划要同时编一个。我们要同时编一棵树好了，我要放右边一点，要放左边一点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相信未来会有，而且很快，应该5.x， 起码5.x 里面一定会有这个，这是我所知道的，而且在如火如荼的进行。所以在这一些环节之下呢，我自己本身接受到的资讯非常多，就有点消化不来。因为太多了，每天有新的技术，要去学新的功能，然后你要去看新的公司，他们给我们的资料是什么。所以我自己本身很有兴趣，也很有信心，觉得说，我的工作最简单的就是，我们总部有什么新的消息，那我就在这个场合，比其他国家的来提前来跟大家分享，起码我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啦，就是不会像以前。永远你也没有办法去意识到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些资讯其实我们是需要的，但是要么就是自己去看原文，要么呢就是自己去看 YouTube 上面的影片，但是在这个时效上，或者是实际上正确性，它是有点距离的。那我们来帮你们做这件事情，把这件事情，把这个新的功能尽量提前让你知道，你们在采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，就可以回馈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时间原因呢，大概就是介绍到这里。那希望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可以针对里面的项目，再把它单独拉出来，单独讲，这样会讲得深入。好，那谢谢各位。因为我放进来，还是会，有时候大家有问题要问各位的话，可以继续问点。可以。其实它现在来讲，它是一个免费广告交换。你只要上去登记你的资料之后，然后呢，你的手机你的那个Unity专里面写了3行扣，我记得，它就会帮你开版面。也就是说，会有莫名其妙的人
告键盘，莫名其妙的未来会给你钱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个钱也可以，那你的广告就会放到莫名其妙的 app 上面，免费广告交换，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免费式的，就是开发者资源开发者的意思。所以你的游戏有可能会放到别人的，就是可能放到这个会死他的游戏上面跑出来，然后呢，他的游戏也可能放到你上面，这中间都是免费的。两件事情要做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因为这个频道上面要去注册，它会配给你一个 ID 跟一些 token， 然后呢，你把这个 token 依照你的方式去把 token 跟你的 ID 架到你的里面，它就会产生相对应的东西。这两件事情做很像，只是我们推广就是免费对免费，免费对免费。当然，我认为未来还是需要付费对付费，但是两者跟 AdMob 的差异呢，就我自己来看，差异是 Unity 的游戏的使用程度在 iOS 上面非常的多，所以等于是说，未来如果说这个计划成型的话呢，它的普及率会比你撒 AdMob 还要好一点，因为它等于是说有加入这个计划的人都会互相分享。那这个频率上也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其实因为量很大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打到其他开发者的 app 上面的量几率会比较大。它全屏的，它全屏，目前看来是全屏，因为这个免费交换机制，它不希望是很影响开发者游戏内容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设定为可能就是很短的时间，然后呢，在某一个时间点修出来。这个某一个时间点，我记得是开发者可以决定，就是那个扣塞在哪里，那扣塞在哪里决定。那网络还 OK吗？刚才有断直播吗？他有时候之前来摄影师开始断。问得好，我们才刚买一家公司，我做这件事，就要做这件事情。然后2天可以来发，就是他是专门做数据分析的。未来我们也是，就是要做这件事情。其实 UCloud 动作很大，主要是我们请那个 EA 的老板，其中一个到我们公司来，他非常擅长这件事情。但是到EA 2不知道他，所以我们也是很谨慎。但是目前看起来状况还不错，就是说，起码它带来的效益、带来的专案跟未来的方向，我们觉得是对开发者有帮助。因为这些事情未来将会都是免费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单纯核心还是 technology， 就是 Unity 这个软体。那这个软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被视为其他游戏引擎的重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 Engine 跟 Unreal， 它在今年大动作做这些事情，其实就是要给我们压力。所以我们自己在内部的信件，其实真的像打仗，就是只要有一个讨论，比如说，今天Unreal发布的时候，马上会有人发布出来，然后我们内部会开始讨论，非常的激烈。那这些讨论的最后结果，我们自己本身知道说，其实讨论完就讨论完，清楚的了解他们的未来运作模式就 OK。但是我们自己本质还是一样，就是这个引擎的话，好用比较好用，不好用你再怎么去变免费，他们就是那些引擎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强，有些功能我们都是达不到，可是我们的目标是反过来，我们不是做一个很好的产品，然后卖给有需要的，不是反过来，因为 Unity 的历史是3个工程师、3个程式设计师去设计的游戏，结果设计的非常不好玩。可是因为3个程式设计师，他都把它工具化。如果你是程式设计师的话，你可能会理解他的心态，就是我做完的东西没有人买，但是它好齐全哦，工具很齐全，所以就演变成现在这样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同理心，就是希望说，开发者他用 Unity 的时候，他的心态也是很接近的。他就是希望说，我有一个工具可以做出这个结果，不再需要等待大公司给我的一些压力，所以方向不同，
变成现在变成这样。所以最后讨论的结果就是核心，就是有一个我们的算是 QA team 的人，他就是拉了一大串表出来，他说，请各位停止讨论，请看看这个表，这个表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讨论希望我们有的功能，50几个，那你们要讨论还是要做这个？要么就快做，要么就是再去讨论你跟行业之间的差异是什么。所以那封信到那个时间里面。所以我们就是全部再重新 focus 再说，接下来的产品我们要怎么做，我们自己其实很清楚。